我要当艺术家，我不要当老师。选了以后，我爸不跟我讲话，断绝我的金源啊，所以我还去送过报啊，就是各种尝试嘛，因为要赚自己的学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公司在17楼，真的就是一念之间就是好像那个漩涡就一直弄到底了，你很想解脱这样子。然后我的办公室就离阳台很近嘛，那时候我就一直在看着那边这样子。对，当孩子跟你关系不好，不跟你讲话，不跟你沟通，心里面不觉得你是支持他的，我们 care 的那些小事情都不重要。对，我有时候自己就会问说，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你是不是也有过某一个就是不经意的瞬间，然后突然意识到说，我在干嘛？我好像离我心中理想的那个大人好像越来越远了。可是呢，即便有这样的感触出现了，我们可能在那个当下，顶多也只能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继续坐在电脑前，继续打着字，那就把这种无奈的感觉把它淡化掉了。而会这样的原因呢，很有可能是因为现实迫于我们只能走一条我们必须要走的路，或者是家庭的因素，或者是教育的因素。而会想要聊这一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特别邀请到一个来宾，而他非常适合讲这一个，江湖人称地瓜校长。好，那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嗨，各位人生解构方程式的听众，大家好。今天最想要聊这一集，是因为我相信有一些人真的也有过刚刚讲的那个感触。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对，没有成为自己想要的大人。对，因为有一些情况是，就像我们自己讲课会认识一些人，或者我们现在跟自己的朋友约出来聊天，对，有一部分真的会感觉到他们的能量不高，然后好像我们每天都会被事情追着跑。对啊，对。那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在你的人生经验里面，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没能成为心中想要的大人？哇，我觉得这问题好复杂。大家好，我是不良大叔哈，这个是不良大叔的 slogan，就没有成为自己想要的大人，所以才叫不良大叔。一般都是讲不良少年，有没有？就连大叔都是不良。我觉得，可是那时候我们在下这个定义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正向的。那个正向是说，我们小时候都会想要成为，而且大概就只有几种了。总统是最多的，记不记得？老师，因为我们所接触的人事物大概就是这些，或者是从父母那边来的。比如父母是当工程师，他要么是很讨厌成为工程师，要么就很想要成为工程师。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成为自己想要的大人，是因为我觉得人生的这个历程里面本来就是不确定性的。你根本不知道，小时候你说要当总统。对，你知道那个只是可能几亿个选项的其中一个，但是我们的世界那时候就是这么小，所以这句话应该会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我虽然没有成为自己想要的大人，但是我也成为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版本。我们那时候其实定义是这样，但当然很多人听到就会觉得说，这个没有成为自己想要的大人，就是我没有在做我觉得可能有价值或我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我小时候一直想要一个梦想，但是我没有去追。但是因为我觉得，像我们不良大叔的精神，就是我觉得都好，但是此时此刻，你可不可以回来看？那我现在我自己喜欢什么？尤其是已经大叔了嘛，对，你知道人到50岁啊，其实就是以前你会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反而也没有那么重要。你会更回来到，那我自己到底接下来我喜欢什么？我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哪里？那你毕业之后，你那时候替自己选择的路，都是一些奇怪的路。你那时候是选的什么？其实我跟你讲，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我看起来好像很勇敢啊，我什么都敢做啊。其实我内心，我们还是个传统的那种家庭长大的，我们还是保守的。只是我都是在关键的抉择，我会自己问自己，
老了我会不会后悔？我这句话还蛮影响我的。然后我在关键的时候都会比较往内心去看，是可能跟我学艺术的背景有关。以前是创作者，那你就会觉得创作者有个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不太想跟别人一样嘛。对啊，就是你做这个我就不要跟你做一样的。对，就我们就会有一种我不想跟别人一样，甚至是对抗主流价值。就大家都画这样美美的，我就是要画一个。我那时候做作品也是很夸张啦。所以那时候在关键抉择，比如说以前念艺术是，我不知道现在社会有没有改观的啦。以前念艺术就是会饿死的行业嘛。它根本不是个行业。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第一次家庭革命，就是我考上师范大学美劳教育系嘛。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当艺术家，我不要当老师。然后就选了台湾艺术大学。我相信今天的这一个议题，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来自原生家庭的一个限制。对，那你那时候没有这样做，有遇到什么挑战吗？有啊，就是选了以后，我爸不跟我讲话，断绝我的金源啊。那时候才高3，他无法理解了，因为我爸是个公务人员嘛。然后我还是考上公费，我是公费最后一届。哇！所以各位，公费的意思是说，政府给你钱，然后还保障你以后有工作嘛，你要去回馈叫公费生。所以我爸那时候就不理解，说为什么一个这么好的 offer， 然后你却要去选美术系。对啊，美术系是要干嘛？他说以前你爱画画，那在小时候没差，但这个大学他觉得未来就要面对就业嘛。对啊，在他的有限认知里面，他就觉得说，你怎么选一条大家都会反对的路？教育里面还有一个很恐怖的族群叫亲家狗仔。亲家狗仔在你旁边说啊，卖会打黑啦，嘿，要死啦，有没有？对，就是这个利害关系很恐怖啊。这些亲家狗仔也是好意嘛。对啊，那时候我记得我就选了，我爸那时候非常的生气。他气到就是跟我讲说，啊，你别打黑不要紧，你得给去探钱。坦白说，我也是因为那时候他断绝金源关系，你知道，我就开始新的可能，因为我想要赚钱嘛，所以我还去送过报啊，就我就是各种尝试嘛，因为要赚自己的学费跟那个生活费啊。你知道创作是需要花钱的，展览也要印刷啊，要布置啊，要干嘛的，对啊，都是钱啊。所以其实你有很多商业技能，反而是那个时期就淬炼起来。我后来自己回想起来，原来是那时候啊，因为你要去赚钱，你就要跟人有接触嘛。对，那你就开始练习了很多那种商业的技巧。那时候你爸爸这样对你，你有怨过他吗？还是说？有啊，超怨的啊。我就觉得我又不是去做什么坏事，我只是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尤其是当真的身上1毛钱都没有的时候。然后我也看到我妈，因为我身上没钱，然后因为她也是家庭主妇，她也没有太多的钱。她有一次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她自己自责，就是说为什么我儿子要早上起来送报，我却没有办法帮助他。然后他在哭的时候，我也难过嘛。然后我就会更怨我爸，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要让我们2个这么难受这样子？但是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会想要证明给他看。后来我爸接受了。因为我后来就是蛮活跃的，你知道，就当什么学生会会长啊，然后就邀他来我主持的晚会啊，他就说这小孩这边好像混得还可以这样子。对，直接用成果说服他。对。因为我最近有听到那个侯文勇，他在30几岁后来决定不当医生了，要当作者。我觉得这很勇敢。对，然后他说他要打电话回家，那打电话回家好像是他妈妈先接，结果他妈妈的反应很大。他不能接受，因为他觉得为什么你好好的医生，对，然后这么稳定，然后社会地位又高，对，我培养你7年的医学院，开价这几，然后但是他有跟他们说为什么他们那一通电话其实是没有达到共识，可是挂完电话之后。再来是他爸爸不知道是传讯息还是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跟他说，就是确实你做这个决定我们还无法理解，跟还在消化中啊，你也先不用打过来，但是我们会支持你这样。然后其实我听到那一段的时候，眼眶有点红。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真谛啦，就是每一个世代，像我爸那，我现在长大，我去理解他因为他的生命就是考公务员要。他一直跟我讲，他为5斗米折腰，为了这个家。所以如果我站在他的立场，他当然会担心我走这个
不是正常的路嘛，然后因为那时候公费生就等于算公务人员的概念嘛，就保障职业，我后来长大我也理解，那我觉得就是教育其实到后来，我觉得就是那个爱跟陪伴，然后那个支持，大概就这样而已。但我们是很难接受啦，比如说我儿子如果考上医学院，30几岁跟我讲他要变作家。我觉得我会支持，但是真的要给我一点时间。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容易，对，这个不容易。我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也是我最近看书我看到我觉得很有感的。在巴西，他们就是有一个柔术的家族，就是巴西柔术。巴西柔术就是他们国家的，对，就是他们国家。然后他这个家族是好像是在地最强的。OK。然后他们养小孩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就是在这个小孩子2、3岁的时候，就开始他会把他丢到半空中，就他们会在一个空地，然后直接把那个小孩子丢在半空中，下面呢跑很高，然后他要看的是他在半空中会不会转体，是不是？会怎么去因应这样的突发状况，然后进而去决定这一个人要不要选择变成是接受家族的磨练这样。那所以这个是他们训练小孩子的第一个方式。可是第二个方式我印象更深刻是，他们有一个奖励机制。那个奖励机制就是，如果你敢去挑战比你年纪大或体型比你大的人 ，OK， 你赢的话只有1个饼干，可是你输有2个饼干。我觉得这方式很好我觉得这个方式蛮酷的，鼓励失败啊，鼓励你去跨过越级挑战。对，其实我觉得我创办杂学校某个程度，就是因为这个系统跟这个大家的那个价值观，因为人本来就不一样，对，那而且我觉得我们生命活到这个年纪，你一定是要遇到困难，遇到这些，你因为选择你所爱，所以遇到这些挫折困难，但也这些挫折困难去累积到我们的故事，才让成就我们的人生。对如果都是一路平也 OK， 如果适合你也好。我觉得最难的是你要不要找到一个，其实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那还是最珍贵的。但最难的是你有没有找到那一个你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的那个动机或热爱，这就是我觉得人生最难的事情。那我能不能问个问题是，你在这一整段这样探索跟就是勇往直前的过程，有没有哪一次的经验你会觉得回顾这一生那一点刚好是至暗时刻？至暗有啊，就想第一次创业在上海，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也是革命去的啦，就是我也那时候放弃一个教授的工作，之前是老师，现在是教授，我爸也是快疯掉了，他就说你在测试他的底线，还越来越猛。他说怎么越来越就是，然后因为他送我去念 PhD， 就是念博士，对，但因为我们家近，没办法 support 我去出国念博士，所以他就说，那学校送你出去，那你回来的时候在我们学校服务15年。我称他为卖身契啦。对我来讲是卖身契，但对我因为就知道之后会怎么样。对，然后对我爸来讲，那叫做工作保障、教授保障。那时候就跟几个朋友就去上海创业，这样。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去上海，2003、04，我跟你讲，那时候我们台湾人还非常有优势，然后我们设计本来就蛮强的，然后我们那个 team 也蛮强，一开始混得很好，好景不长嘛，就混得很好，你就开始年轻啊，爱乱花钱啊，装潢公司啊，乱请人啊，反正钱来得快嘛，就扩边跟门面把它做大这样。门面做的之大，我们就是把3间租下来打通这样，然后那个前台啊，坐3个人。对，就是莫名其妙这样子，就年轻，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年轻欧北部，然后但是那时候就反正有一次就遇到一个蛮重大的事情，我们被骗了，我们就被一个很大的公司骗说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做了1年多也没有做，钱也没有打进来，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我印象中是那时候快过年了，农历快过年了，然后上海那时候有很多是从不同地方来这边打拼的年轻人，然后他们过年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回家，带钱，就是尤其要带钱，尤其要带钱。然后那时候我发不出薪水，年终也发不出来。然后他们，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做设计工作是没日没夜一整年哦，就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弄。然后你知道我们这种比较感性的人就会觉得，
我到底在干嘛？我为什么连最基础的薪水跟他们的年终都发不出来？那时候一个人，你知道就开始内耗嘛，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喝酒啊，然后就开始，我觉得那个问题出现就很恐怖，就是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我到底在这边干嘛？我这活着要有什么意义？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公司在17楼，对，那时候我就，真的就是一念之间就是好像那个漩涡就一直弄到底了，然后又喝点酒精，然后你就想说，你很想解脱这样子，然后17楼，我那时候就离我的办公室就离那个阳台很近嘛，那时候我就一直在看着那边这样子，哇，一瞬间，对，但我觉得宇宙冥冥之中其实常常会推你一把，那时候2点多了，我妈打电话过来，半夜2点多，我跟你讲，这很特别。我如果我现在在想，如果我妈没有打那一通，结果会是怎样？然后我妈第一句话我就哭了，她说：“阿芝啊，你心情不好。”我妈会算紫微斗数，她说你心情不好，然后因为你知道我又爱面子，我不想要哭给她听，我觉得其实已经哭了稀里哗啦，但是说没啊其实后来我就，你知道那时候我一瞬间就突然从那个深渊就被拉起来，因为我原来至少还有关心我跟我爱的人，我值得活下去这样子。那你那时候就是妈妈知道你的情况？她岂不知道啊？她也不知道，她就是莫名其妙在那个 moment 关心一下，打电话来，哇！然后呢就开始你知道台式妈妈的唠叨啊，够唔困，这俺够唔困，你要较早困的，但整个情绪破坏掉了，对，刚刚塑造的情绪不见了，刚刚那个暗的地方整个变得家里的饭厅。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一些平凡的那些问候，让你整个就拉起来了。然后，所以我说我后来就很能理解，真的有忧郁的人，真的在那一个低潮的人。你是没有办法，像我们都会很正常说，就想开一点啊，哪有什么？我觉得这都很自私，因为你无法去同理，你无法在那个状况去知道他到底遭受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身边只要这样的朋友，我都不会，至少我不会一直想要把他拉起来。那还是回到那件事情，有时候是陪伴，对，有时候是你真的不需要硬拉他。他有时候就是碰到像我妈那一句话就把我拉起来。那校长，像你办杂学校到现在，对不对？对。说有没有谁的故事是你遇到之后，其实是真的当下的？因为你是最靠近现场的。对。有没有在那个你当下在看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就是很触动？我其实印象很深刻是2017的时候，我办杂学校，那时候是最大场。我把全台湾各个年龄层的各种学习路径都摆到现场，实验教育啦、成人的啦，而且我们都是那种因为创新嘛，创新就要跟以前的主流价值不太一样。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就有一群家长，他是老师说，家长们你们可以去看，然后那些家长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看。然后呢，我们很多实验教育学校是学生自己在介绍自己的学校。对。那我跟你讲，那个现场你会看到那个学生怎么样对自己学校充满着热情，充满着认同，在介绍，眼睛散发那个光跟热，骗不了人。然后那家长其实后来那一群家长就，你知道有一个还跑来握住我的手说：“校长，谢谢你让我看到，原来在高中时段的孩子眼里也是可以有光跟热的。”哇！因为在他们的孩子，因为他就要逼他去补习啊，干嘛干嘛。我跟你讲，我们有劳基法，劳工是不是保障我们的上班时数？对，我们没有学基法，我们是把孩子操到挤到，就是从早上7点多上课到晚上5点下课补习，然后补到11点多。那没有人权可言，而且他没有任何空间让他探索，所以。我们如果这样被对待，我们也没有光跟热啊，我们总会有光跟热。对啊，而且那个不只是体力上的累，因为以前我们几天没睡没差，但是我觉得心力上的累，觉得那是最恐怖的。对，我觉得这很可怕。而且他对学习已经没有充满着任何的动机跟热情，就像一个橡皮筋就被拉到没有弹性了。然后他后来发现说，原来他
那家长就会因为透过看到这些孩子这么的，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案例，在他现场发生，所以他就自己回去真的跟自己的孩子好好沟通，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都不喜欢？那爸妈是不是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因为刚好对比。然后因为他妈妈看着我是一直在流眼泪，我就跟他一起流啊。他就说：“你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还有另外的类似学习方式或生活方式，另外的价值。”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一起哭，然后他就说，后来他就一直会写信给我，就说他对他孩子，他们有做很多的沟通，他也愿意放手，然后孩子就是自己去探索。虽然他说他还是会有亲家狗在跟他讲说。那好好的功课那么好，为什么要让他去干嘛？对。然后他也是说，每次都要回来充电，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你在那个环境啊，你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你很难。你做一个，大家都说不要听主流价值，但你知道吗？那个是非常要有勇气跟毅力的，因为那个声音很大声，就是你爸妈啦、你的亲戚啦、你的同学，就是朋友们啊，或者是学校的伙伴啊、老师啦，都跟你讲说。他可以好好念书，去考个医学院，你为什么怎样，很痛苦。他说他一直在学习，可是他知道，他就看到那个眼神光跟热的孩子，他说他想要让孩子变成那样，所以他就一直在，所以家长也一直在成长。我印象中那时候就是他抓我的手的时候一直哭说，那时候蛮感人，他就说他差点害死他儿子。哇，他已经想到这一层了，因为他就不知道，他就一直逼他去做一些，他从来没有问过他到底喜欢什么。对啊，问学校事情，他就是没有任何的动机嘛。就是我就说要是我这样子，我也没有动机，我每天就这样死给你看，反正你要我去干嘛，我就去干嘛。我就好好念书，然后长大我等我自由了再说，这样子。对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剥夺一个人的能量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他的选择权拿掉。对，我觉得自主性不见了，其实一个人就不会有动力了。对啊。那像你这样办展的过程，有没有遇过情况是小孩子已经有自觉，他其实是想要选择的，对，但是爸妈这边这一关他过不去？我觉得，因为我创办了已经11年了，其实在10年前我觉得很多，对。而且这个其实我们成长过程中一定都会面临这样的状况嘛，因为爸妈不理解，爸妈爱你又担心你。对，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有一次2016去台大演讲，然后那时候蛮多人的，大概300-400人，然后其实那时候结束后就有一群大概几个4-5个台大的学生排队，然后找我问问题，然后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就是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医学院的，人生胜利组，然后旁边的同学也说老师他们是我们学霸，我就说哇，在医学院还可以当学霸，那是霸中之霸这样子。然后但是他就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借一步，他不想要在大家面前讲，然后我在那边听他讲了半个小时，他说他从小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念书。然后他其实有极度的有点忧郁，但是没有人看得出来，他也不知道跟谁求救，因为大家都说他是人生胜利组，然后他只要一开口，人家说你都已经什么都有了，家境也好，又是医学院学霸，长得又漂亮，你到底有什么可以忧郁的？就是因为这样更忧郁，而且虽然我不是学霸，但我知道在他们那个环境里面，都只有竞争，都只有共同目标，就是我要干掉对方。然后那个压力，他跟我在形容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这么优秀的孩子，但是他却在他最顶尖，大家都觉得他很棒的时候，他迷失了他自己。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说他也没有勇气要跨出来。因为他说，整个家族都以他为荣。哇，这个有点重啊。然后我就觉得，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烦恼，我大概可以猜想，就是说，所以我常常就说，还好我功课没有很好，我有更多选择。我跟你讲，功课好的孩子是没有选择的。以前大家都因为
没有提供探索的空间，然后也不愿意让孩子去失败啊、跌倒啊，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慢慢的他就会缩在那里，然后再加上他已经是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了，但他自己很空。那我就说你确定你不喜欢这个吗？他说他不确定，但是他只知道他没有要往这个地方走。至少有一个方向性是很确定的，但是他也不知道，他迷茫的就是他不知，那我不知道往哪，不往这边，那我要往哪里？因为他没有，他从来在学业以外，他没有时间去探索别的东西啊。因为我自己后来有发现是，如果心里要找到你很想要什么，对，它不一定是容易的，对。但是如果有出现我一定不要什么的时候，他又不能改变，他就会不断出现自己的那种自我对话跟内耗。对，那内耗很严重，然后他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个，我比较感性啊，我就说，你知道也不干我的事，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你爸妈聊聊？你知道一个演讲才多少钱？一个大学的那个演讲都是佛心，就是做想要影响更多的孩子嘛。后来这个孩子他有办休学，你有去跟他爸妈讲吗？我有写信给他啦，因为我后来觉得用去讲好像很奇怪，我到底是什么身份这样。对。然后后来，但是我还鼓励这孩子说，因为现在的学制是你可以 gap year 嘛，你可以休学再复学。对。那你可不可以跟爸妈讲说，你给我1年的时间，让我在学业以外，因为我说你现在最大的资产就是年轻，对，你去探索看看，你就算探索不出来，你回来也会比较甘愿。然后，所以他趁着那时候去探索。后来他对女性议题跟创业议题有兴趣，然后后来就是在那 gap year 去探索了不同的社群，因为他就不用上课，所以他就是每天到处看到哪边有社群去参加这样子。然后后来也很优秀嘛，所以就会跟很多人连结。然后后来我知道他现在已经毕业了，也在做这些女性创业相关议题的社群。哇，对，这个真的是改变生命耶，应该说改变一个生命的轨迹。我跟你讲，是教育最迷人的地方啊。其实创办早教就是希望教育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学习路径，更多多元的价值观，就是不是只有这样才是好的。我也相信一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出生都是有他的使命跟价值的，但有的人要花一生去找，那我们可不可以开始早一点，而不是照着那个工厂线性的生产路径，让大家变成一样的人。我相信一件事情，要改变教育绝对不是教育机关的事情，不是政府的事，也不只是老师的事，是大众的事。就是我觉得大众，你知道吗？共识很重要。是，就大众意识觉得，我讲最简单的，就是你认为考试升学没那么重要，大家心里，而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找到自己热情的事情，找到自己天赋热爱的事情比较重要。我跟你讲，教育就不会有大家还要去争那个升学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希望去做大众的沟通，就是说我希望先告诉你说，其实还有这么多可能性。然后你看到了以后，你就像刚刚那个家长，你会被 inspire， 你会觉得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只是在我的认知里面，我的视野看不到这些。所以当透过这样子跟大众沟通，所以我觉得这10年来，其实整个教育的大众的意识是有在进步的。以前你看10年前，我必须坦白讲，我是支持性别平权的。那时候我是异类，在那个时候是异类。在之前，尤其在教育里面，就是宗教教育应该都相对，他们就会比较保守嘛。那可是你看现在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啊？这还需要再讲吗？对，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人全民共识上有在往前进。那我觉得现在也更多，以前在提倡实验教育是很多人还不太知道实验教育的精神是什么，但现在实验教育好像变成一个大家都知道啦。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想要去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说，其实还有更多的选择，还有更多的方式。再来就是再更进一步，让每一个生命可以去往内看，你到底想要什么。刚刚在听的时候，我一直联想到一个点，
就是我相信这些是可能越来越多人知道，甚至比方说像我7字头的，那我们这一辈的其实也有蛮多也都当爸妈了。对，那他们心里比较容易出现的那一个纠结，就是到底孩子走哪一条路会比较有机会成功，对，比较有机会成功，或者是他会觉得不要那么辛苦，比较安稳，比较对。那所以他就变成是一种抉择，内在的抉择，对不对？对。那或许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当他们看到越来越多走这个路线的人也过得更开心的时候，那他们的这一个想法就会松动掉，是，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也要 support 他们了，因为我们自己都当父母，我们也知道了，爱本来就是一个会一直担心的事情嘛。然后我很喜欢 Jaco 上次讲的，就是你知道我有一次也是赫然发现，我们会把爱转化成一种唠叨跟讨人厌的一些话语，然后你会自我察觉，我怎么变成变成以前我讨厌的大人了。然后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一直在那边唠唠念？但是其实本质我是爱他，对。但是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然后就会变成一个。然后以前我做过一个叫不太乖教育节，对。然后有一次我在公共场合，我说你可不可以乖一点？然后就被人家录影下来说，不太乖教育节创办人叫自己儿子乖一点，言行不一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哇塞，我就想说对。那我觉得那个分开来看呢，我觉得在人生比较大的，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教育最后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的体现嘛。是。那像我的价值观就是，我觉得孩子每一个生命，他如果可以找到自己真的爱一个人，爱一件事情，然后刚刚讲的家长希望他不要受伤，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概念嘛。对，我们都是受伤才有进步的，对，我们都是跌倒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也是透过创业这么多次，其实我觉得创业也是在认识自己的过程。而且每一天都会自我拷问。对，那个我想创业者要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那个自我疗愈的能力。对，不然你知道吗？就是太辛苦了，你就遇到每一天各种挫折挑战，发不出薪水，东西上去怎么没人要理我这样子。那像你的那个韧性，你觉得是从哪来的？对，应该说是怎么样慢慢把它形塑起来的？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跟我妈应该有蛮重要的关系。我妈也就是爱跟陪伴跟信任。所以我会走艺术这条路，都是他一直在那边敲锣打鼓。然后虽然我爸很凶，但是我觉得我还算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长大了。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是跟个性有关，就是我血液里面就有留，就很爱创作嘛。创作过程有时候是自我对话的过程，对，就是一定还是又开始自我怀疑啊。什么冒牌者都会来嘛，就是我到底做这个要干嘛？就是想一些那种很奇怪的意义啊、议题啊，然后还有就是我在选不一样的路的时候，所面对、所遭遇的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所以那个也是练习的过程。因为我自己觉得，当我们走的是非主流的路线，很辛苦。对，原则上你要挑战的不只是事本身，而是周围的杂音。对，所以然后我觉得我有个自我调节功能，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我都会把它拉得很长来看就是说，如果在生命里，你看就是我们终点都一样嘛，对，都是死掉嘛。那我觉得我都会想说，刚刚讲的老了会后悔，跟我死掉后，我到底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这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个跟艺术家很像。你知道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最想要什么？就是如果人类以后在艺术史上可以提起我的一个名字，我在这个人类的艺术的演进有贡献的一个有我名字出现，我想那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但是回推到生命里面也是啊，就是我最常讲啊，如果在葬礼里啊，人家不会说他存款里面有8亿，然后他住了豪宅，他开什么车，都不是我们现在 care 的。
他一定是说在他在世的时候，他帮助过什么，比如说影响了什么生命，对不对？他影响了我们人类有什么样正向的改变，应该都是这个吧？或者是就算在亲戚里面，你帮助了谁？然后你知道吗？我都一直想说，对啊，如果钱当然很重要，各位，钱很重要，但是你做一些有意义、有影响力、有价值的事情，那个是我们出生的原因跟理由。我还蛮相信宇宙让我们诞生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自己也后来有一个假想，对，我都会觉得我们出生之后是来这个世界创造资料的。你说 ChatGPT 的资料吗？有点像，应该是说这个世界它很像是一个大的游戏场。是。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它都是要产生一个系统无法预测的组合。哇，这句话讲太棒了，对不对？那对我们也可以选择，就是走2-3个路径，然后去体验这2-3个路径产生的资料。然后产生完之后，我们登出了，对，那这个资料可能会被系统沿用的概念，或者是回到宇宙的他们主体意识里面。对虽然说这是一个假想，可是后来它是有解放我的一个恐惧，是因为我也意识过，就是说真的，如果我们都知道人生是必败的，我说必败是因为终究会离开，对，那。如果是必败的，在这之前，不管我做过了什么，我做到了什么，对，我离开之后，我也什么都不知道。那为什么我要做？对，然后后来我是也有看到有一些话我很喜欢，然后他讲的是说，反正都一定会离开，那在离开之前，我们为什么不把日子过得有趣一点？我觉得信念是一样的，其实概念都差不多。所以，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虽然讲了这么大，但是我们还是会迷失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嘛。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说语言的力量。我们要，我可能那个可能叫自我察觉吧，我不晓得。就是你要抽开来，你会觉得说，有时候在山里面迷失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北极星在哪里。我们会有个方向性，然后杂学校就是我的方向性。这也是你想要带给大家。对，然后但是我跟你讲，那个方向性中间你会遇到各种的困难啊，野生动物跑出来咬你啊，然后，但我就说，所以我就很喜欢，如果你真的找到你那个热爱啦，我觉得就是爱一个人，我刚刚讲爱一个人，你就会为他做很多事情，而且不用教，对，那不用教，挡不住。但是你要怎么去找到那爱的人？你要打开一些方法，你要去探索，你要去做很多的事情，不然你不知道。那我能不能帮我的那个观众问个问题？好，因为我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大部分可能小孩子现在都是国小或者到国中，对。那如果他们的需求是我希望我不会成为我小孩子的成长阻碍，或者是天花板，对。那我现在在教他的时候，有没有哪几个原则是至少我未来在遇到那个选择不太确定的时候，有一些原则可以辅助我们思考？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先了解你孩子是什么样的特质跟个性。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就是像你是个产品经理嘛，你要知道一个东西不可能什么都好嘛。对。那你要看到它的优点或独特的地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就是你那个独特不用独特，大概会有个盲区，就是一定要第一，没有。独特只要稍微它跟其他不太一样，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那就是一种独特的东西。为什么要送去学校？其实是环境，而不是获取知识的。在这个年代，好，所以妈妈、爸爸或者是老师，未来老师这个工作未来就会比较像是一个 coach， 是教练。教练会知道你，比如说如果运动教练就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然后呢，因为我知识我只能在过程中教你，那重点是你要达到那个目标，我们叫 project-based learning 啊，就是所有现在的教育基本上原则都这样，就是你想要达到什么目标，我来提供资源给你。哇！但是我跟你讲，但是很多爸妈就说，可我孩子现在还不知道干嘛。我说正常啊，你知道吗？不是怎么会知道？而且重点是他现在知道还蛮恐怖的，就是那个就是 fix 的。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我的那个养植物的理论，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时间轴，每一个植物都有自己的成长的 pattern，你是没有办法说现在他要做什么，现在他一定要做什么，但是就是在他，你知道，自我认同还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知道他的特质，他在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有给他刚刚讲的那个 support，而且那个 support 是他知道，只要他受伤了，他做什么事情，他知道家人会支持他，他有一个很有爱的环境在 support 他。而且因为你刚刚用的那个隐喻，其实它的那个假定很强烈，对，就是那一个隐喻，如果我们拿来使用的话，它有一个好处是，这段话背后是小孩子必然会成长。对，对。对，你真的很会帮我翻译耶。我是结扣翻译机。是。好，结扣，对，好，对，好，所以对，没错，你讲的对，就是他，你知道吗？你只把环境搭好了，不管是动植物，它就自己会成长。而且它想要开花的时候，它就自己会开花。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家长太焦虑了。我觉得第一个。一样回到那件事情，焦虑的家长只会养出焦虑的孩子。你知道那个氛围就会不一样。是，但我也不是说要放养啊，虽然我很放养，我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自然养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状况、家庭环境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支持跟理解你这一个孩子，然后愿意给予环境。环境我刚才讲最重要，所以他如果喜欢什么，你就要试图去塑造那个环境给他。养植物也是，你知道吗？环境弄得好，你根本它就自己长了。你不让它长，它都会长得很快。你甚至都把它修掉，你知道吗？对。所以怎么样去创造那个环境，在他每一个阶段？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台大的孩子，就是他也自己去创造那个环境。他对这件事情有兴趣，他就去，比如说那个社群。对，喜欢的人事物去连接，但是回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的概念还是家长不要太焦虑，然后呢陪伴孩子，给他爱跟支持，然后呢他有想要去主动探索任何事情，你都要尽量支持，因为最怕的是他都不想去。如果真的有，现在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打手机啊。对，一直打电动，想要变直播主，对，或者是我们这种辛苦的 YouTuber，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不好赚哦。但是你知道吗？你跟他讲不好赚，他还是会来，他不相信，就让他来碰啊，就让他去做做看啊。而且我跟你讲，现在孩子很早熟，不要觉得啊，他现在才国中，怎么可能？国中直播也是可以开啊，去做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勾起他愿意跨出第一步的动机，然后有时候要推他一把，然后创造那个环境。像我儿子也是很爱打电动嘛，那我就会创造各种他必须得要跟我们去运动的环境，去接触大自然的环境。对，那他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很烦，那就是要设计的，对吧？孩子喜欢的是什么，我们就要设计在里面了，然后让他直觉就会觉得，跟爸比出去还蛮好玩的。就是我想教养的过程都很辛苦，但是我每次都跟家长说，你先把自己焦虑那个心先 calm down。那我能不能问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样听起来，其实你带小孩子的方式，某种程度是理想爸爸的那一个方式。我指的理想爸爸是给的空间是有的，对，但妈妈就很痛苦了。对，那我想问的是，那小孩子有没有因为这样曾经跟你讲过哪一句话？你听到的时候，你那个当下有觉得你这孩子，老爸没有白养你的那种感觉？有。他是跟你讲什么？他最近国小6年级毕业，他写的，因为他念实验教育了，他就老师说你要写一封长文，给自己的爸妈，然后他其实里面长文，因为我儿子很讨厌写字，对，然后他就是我看得出来，那个他这辈子写过最工整的字，然后他上面就写说，我真的不太知道要怎么表达，但是
我很庆幸我出生在这么开明，然后我做什么事情都愿意支持我的家庭。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我知道我以后一定找得到。哇！所以我觉得我看到很感动，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指责孩子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伤害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自我认同。就是有时候大家都觉得啊严格啦，或者是以前为什么打骂很流行，因为最直接、最见效、最有效率。对，但是我们最常讲一句嘛，就是小时候的伤痛，一辈子在疗愈，在疗愈嘛。那我觉得，如果长期来看，其实他刚刚讲的心理韧性跟自我认同，他应该是并行的。就他因为他有自我认同，他觉得他自己有机会在这里面 try， 然后他失败的时候，刚刚的例子非常好。失败给糖。台湾在整个国际组织披萨里面是最害怕失败的国家，在亚洲。为什么害怕失败？因为我们就觉得黑不厚啊。然后大家都要让他就是念得好，然后相信很多听众也都知道失败很重要，可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看到失败所带来的结果？还有一个是。通常我们要做的事情，只要它不是有标准答案的，它一定会失败。对，它必然会有失败的过程。可是只要没有过那一段，他会拿不到后面的东西。没错，对，没错。我们常常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像我跟孩子之间最重要，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跟那个信任要存在。但是我们常常在做一些事情，在打坏这个最重要的事。对，当孩子跟你关系不好，不跟你讲话，不跟你沟通。心里面不觉得你是支持他的，我们 care 的那些小事情，都不重要。对，你伤害了这个所以我有时候自己就会问说，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很常在质问那一句，到底现在什么是最重要的？对，其实有想透的人，原则上不太会做出自己会后悔的决定。对，因为我其实还是有听过一些故事。那他们在家庭里面，尤其是亲子教育的这个议题，他们最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到大学，小孩子大学的时候，就跟他不亲了。对，那但是他们可能也忘记了一件事，他们其实没有错，因为我们都知道教养本身，我今天要求他做什么，我的本意都是爱，那我都是希望他日后的生存是可以是。处理好的，生存能力有，对，可以过得好，对。那同时呢，也因为太聚焦在这里的时候，他的视角很像是眼前有这么大，但是他先看的是生存条件，可是他忘了，其实心理的这一个状态都会影响这一边，对。而我们都经历过一段时间，是我们也可能被打骂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长大在疗伤的时候，可能我心里觉得我都撑得过来了，他一定也可以。对，没错。然后所以我们小时候就这样长大，也没有怎样啊。对，所以刚好这里扣回今天的主题，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是因为家里的很多因素造成，教育环境也好，原生家庭也好，然后现实压力也好，所以我们没能去选择我心里想要走的那条路，它不是一个失败的情况，对，它更像是我们价值观的总和，对。那我们做出这个选择之后，其实我们只是在看清楚，那到底现在重要的是什么？但是第二个我想要谈的比较像是，那我们已经知道怎样的教育会带给小孩子可能会出现怎样的限制，对，那我们至少可以从现在。然后把那个弹性空间，如果你愿意，你觉得适合你的小孩，可以把它做大一点点。对。那最后能不能请校长，就是能不能分享一下我们10月份那一场茶学校的教育博览会？好，对，就是我们都会把整个教育创新的所有不同年龄段的，从幼教，从国教，就是 K12，国小、国中、高中，的，还有高教。还有包括继续教育，就是我们现在，所以 Jaco 也算是继续教育的，所以 Jaco 也会在我们的现场。就是我会希望有一个这样子4天的时间，把所有教育利害关系人，所有的校长、老师、政府、产业，还有我们这些想要自主学习的人，放在一起，
然后杂学校就是杂，就是它非常多元，它非常跨界。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太同温。因为演算法，我们都觉得我们现在好像都可以什么一键上网就可以碰触到全世界，没有，你背后都在被那个演算法给掌控嘛。所以我觉得到现场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在怎么样在不同议题上他在追求他的目标，然后在教育上去学习里面科技里面，尤其今年最重要的 AI 出现了。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面对我们未来的学习跟教育？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要怎么过。我觉得所以杂学校今年我们就更扩大。你知道我们每一年都在扩大。所以今年在10月23到26，我们会在桃园的会展中心，台湾最屌的会展中心，把所有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摆到现场，会有论坛、沙龙、工作坊，还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很大很高端的，就是国际大师来的那个论坛。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 live podcast。Jaco 也会到我们现场做 live podcast。如果你对教育有兴趣或对自我学习成长，我觉得教育工作者应该都要来看看。然后因为我们已经做第11年了，所以其实教育部也会有那个教师的研习时数。那我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来跨圈去看到不同的人在怎么面对未来的教育议题，然后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启发跟自我成长。然后今年最重要的，我们今年不卖票。我们以前前10年，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很希望大家来看看，打开一下自己的想象，找到属于你或你孩子适合的学习路径。然后就像那个握住我手的家长 ，maybe 你可以看到，你跟孩子都会有一些启发。而且因为我自己很期待可以去参加这一次的展览，因为毕竟以前我高职毕业的时候，我记得我是飞奔出校园的。你说就是不想念书，我是直接用冲的跑出去，然后我终于离开这个监狱了，这样。但是因为我觉得到现在这一个阶段，更像是我们都认为这世界上的答案很多种，那我们只是在期待还可以看到什么新的答案，没错。而哪一个答案呢比较适合你，适合我们？对，期待我们可以在这次的博览会，然后来 Podcast 相见哦。那这集聊到这边，我是 Jaco， 我是地瓜校长。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